你谁呀？我叫苏晨，咱们村新来的村支书。你就是新调来的村支书，刚毕业吧？跑这儿来冲什么英雄？赵叔，花椒是经济作物，砍了损失的是你自己。经济作物？去年我3亩花椒收了2000斤，二道贩子来收，1斤2块8，雇人摘1斤工钱1块5，农药化肥1斤成本8毛。你算算我赚了多少？我在这山上刨了60年的土，临老还要倒贴钱种地，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赵叔，今年价格可能会好点。好个屁！赵叔，给我1年时间。什么？1年？今年收花椒的时候，我保证让大家卖出好价钱。要是做不到，我就辞职。去年那个小张也是这么说的。你们这种大学生不就来镀金的？小伙子，回去吧。哼，你说1年，好，我等着，我倒要看看你小子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。苏同志，赵叔就这脾气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他儿子去城里打工3年没回来，老伴身体又不好，全靠这几亩花椒，确实愁。我明白。小苏啊，到了没？钥匙在王老三那儿。石板村条件艰苦一点，你忍忍，过段时间给你调回来。不用，我觉得这儿挺好的。苏同志，这个月的电费该交了，35.6块。按理说不该你一来就跟你说这个，但是再不交就该断电了。之前的电费是谁交的？上一任村支书走的时候可能忘了。王叔，麻烦你先去交了。苏同志，你是好人，但是你，还是早点想办法调走吧。不管再难，既然来了，我就一定要走下去。石板村第0天砍树事件，花椒出价2块8，年底前涨到8块。大爷，我想问一下，咱们村的花椒每年都是怎么卖的？能怎么卖？等人来收呗。谁来收？镇上那几个，一个姓刘的，一个姓马的，来了就给价，爱卖不卖。没想过自己拉出去卖。小伙子，最近的集市离这儿40里地，山路又不好走，2000斤花椒，你让我一个老头挑着点担去赶集，可以凑车。车呢？运费谁出？价钱一样，我们还多搭一个运费，图啥？再说了，咱们石板村的品种是9叶星，干花椒卖相不好看，那些人就压价。我们自己也想学做花椒油，但没技术，搞了几次都做坏了。不是有农技站？去过，农技站的人说石板村太远，等安排时间，安排了2年了，没见人来。小伙子，你是个热心肠，我们看得出来。但是这地方就这样，靠天吃饭，靠命活着。年轻人但凡有点本事的都走了，留下的都是我们这些没处可去的老家伙。沙土土，透水性好，适合种花椒。海拔800米，昼夜温差大，品质差不了。那为什么卖不上价？是品种还是技术？怎么了？赵叔家出事了，挠瘟的东西，去年拱了我家的菜地。赵叔，昨晚老伴又犯病了，我守着没睡，听见圈里有动静，出去的时候，那东西已经跑了。婶子什么病？老毛病了，慢心肺，1年4季都断不了药。昨天跟你说那些话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真没办法了。鹅没了就没了，花椒要是卖不上价，老伴的药就得停了。大家都散了吧，王叔帮赵叔处理一下，别留在院子里，容易招苍蝇。一个毛头小子能干啥？别说了，人家也不容易。你好，你找谁？我想咨询一下花椒种植方面的问题。花椒啊，你是哪个村的？石板村。哦，石板村有点远。听说之前你们答应去石板村做技术指导，那是之前的事儿了。现在我们人手不够，下去一趟得1天时间，实在安排不开。再说我们站长去县里开会了，今天不一定回来。不用站长，你能不能先帮我解答几个问题？你问吧。9叶青花椒的特性是什么？有没有更优的替代品种？9叶青是老品种，优点是麻度够，适合榨油，缺点是卖相差，干花椒颜色发暗。
替代品种的话，这几年比较火的是无刺花椒，引进好几年了，表现还行。怎么个表现法？没有刺，采摘方便，亩产量高，它的香味更突出。干花椒颜色鲜亮，市场上价格比90天高2成。那石板村能不能种？石板村的土质海拔都适合，但是换品种不是小事，至少要3年才能挂果投产。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？我想带回去看看。这本你拿去吧，谢谢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花椒深加工，比如做花椒油，技术难不难？这个我不太专业，加工不归我们管。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电话，在市农科院搞加工的，你可以问问他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周航。谢谢你，周技术员。赵婶又犯病了，刚吃了药睡下。镇卫生院的医生说不能再拖了，得去县医院做个全面检查。可赵叔他检查要多少钱？光是检查就得1000，还有后续治疗。花椒今年要是还卖不上价，这医药费……哎，赵叔，我今天去农技站问了，有一个好消息，有一种新品种，产量比九叶青高3成以上，市场价也高出2成。农技站的人说，咱们村的土质和海拔都适合种。新品种，那得花多少钱买苗？我今天问了大致价格，1亩地大概2000出头。不过这个不用一下子全换，可以先试种半亩，跟老树混着来，不耽误收成。半亩那也得1000多块钱。赵叔，你要是真想试，我借你500。你家的日子也不宽裕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镇上对经济作物有扶持政策，我明天就去申请。要是申请不下来，我个人先垫上。苏同志，这怎么好意思？你刚来就让你出钱，算我入股。要是试种成功了，赵叔卖了花椒再还我；要是失败了，就当交学费。这个真能比老品种强。这个品种推广好几年了，表现稳定。他还给了我一个市农科院专家的电话，专门研究花椒加工的。我待会儿就打过去问问。行，我信你一回。苏同志，你要真能把这件事办成，石板村的人就都有盼头了。那个野猪的事儿，其实也有办法。后山下去那片老林子这2年野猪越来越多，不光祸害鸡，还拱庄稼。我跟镇上反映过，一直没下文。这个我也记下了，防野猪、修路灯、争取无刺花椒试点，还有吗？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路。咱们村到镇上的那条石子路，一到雨季就走不了车。去年王老四家的白菜烂在地里，就是因为下了3天雨，车进不来，白菜拉不出去，全烂了。那王老四呢？出去打工了，不种了。喂，陈老师您好，我是石板村村支书苏晨，周航介绍找您的。哦，周航跟我说了，你那边是种九叶青的吧？对，村民们想学做花椒油，但一直没有技术指导，自己做坏了好几次。花椒油确实不好做，弄不好就容易发苦发黑。你们想学的话，我这边可以过去一趟。真的？不过最快也得2周。你们村多远？从镇上到村里大概40里山路。对了，你们村有几户想学的？人数我先记一下，好准备材料。大概我先统计一下，晚点发给您。另外，我建议你先在村里搞个小型品鉴会，让大家自己尝，嘴上说100遍，不如舌头尝一口。陈老师，您这办法好。老百姓最信的就是自己的舌头。你说试试新技术，他们半信半疑；你让他们吃一口，比过原来的，他们自己就来找你了。苏哥，你刚才说品鉴会，我也想帮忙。我手机上有好几千粉丝呢，可以帮你拍视频。这个账号是你的？我们老师说要练镜头感。赵爷爷那天要砍树的事儿我没拍，但我拍了他花椒林的航拍。你还有无人机？学校的，暑假没人用，我就带回来了。小梅，如果品鉴会搞起来，你能来拍吗？能啊，苏哥，这种原生态的内容大家最喜欢看了。好，回头咱们好好聊聊怎么拍。没问题。我帮问了，无刺花椒的苗有一家苗圃在做，老板姓高，价格回头我发给你。不客气，石板村那地方是挺难的，但花椒确实是条路子，好好搞。苏同志，怎么了？赵叔他，你看这个，什么时候拿到的？昨天下午。苏同志，这占位性病变是什么意思？进一步检查才能确定。赵叔现在在哪儿？在花椒林里。赵叔，报告单我看了。叔，婶子的病，医生说可能是恶性的，连检查带住院，至少1万。什么时候去？我不打算去，去了也未必治得好，这钱不如留着买药维持，不治了，听天由命吧。那无刺花椒的苗呢？也不种了？种还是要种，
我要是哪天不在了，等无刺花椒长成了，好歹给他留个念想。赵叔，你看这个，防野猪、修路灯、无刺花椒试点、出村道路硬化、品鉴会、展销会花椒油加工房。你说了给我1年时间，这才过了几天你就想撂挑子？你老伴的病我帮你想办法，这样对大病救助有政策，我去跑。要是政策不够，我发起募捐，我找媒体，我找慈善组织。但你不能现在就放弃。一个毛头小子跟我非亲非故，你图什么？图那棵没被你砍倒的花椒树。你那天要是真把它砍了，我现在就不用来烦你了。但你没砍，它现在还活着，你的花椒林还在，你的新苗刚种下去，这些都是你的本钱，你不能半路撂挑子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今天咱俩去镇上，我去跑大病救助的政策，你带婶子再去做个详细检查，然后咱俩分头行动。我去问清楚所有能报销的比例和救助政策，回来之后再商量钱的事儿。行，听你的。喂，医保办吗？我想问一下，困难群众承抽慈病医疗救助基金是吧？好，我记下了。新农合的报销，大病保险还能再报。另外，县里有个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基金，可以申请一次性补贴，最高8000，算下来1万块的检查住院费，你们自己大概掏2、3千就够了。苏同志，你这2天瘦了。没事儿。不光是赵叔的事儿吧？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？苗款的事儿，镇上没批。啥？我昨天去拿批复，镇上说今年的经济作为扶持资金已经用完了，要等明年。明年？那高老板那边怎么说？高老板说可以等我2周，但2周内如果拿不到批复，苗就要卖给别人了。拿不到镇上批的钱，那苗还种不种？种，我自己掏。你哪来那么多钱？你不是说口袋里就剩400多了吗？我自有办法，你就别管了。你小子是不是自己借了钱？我问你话呢。借了一点。多少？3000。3000叫一点？苏晨，你疯了！你1个月工资多少？你不吃不喝还几个月？我算过了，等今年花椒卖出去，我就……万一卖不出去呢？万一今年又是2块8呢？你替我们垫钱，替我们背债，万一搞砸了，你怎么办？那就当交学费。你忘了，这话是我自己说的。里面有2000块，现在你拿去，不够的部分算我赵大树欠你的。赵叔，你那天问我图什么，我现在回答你，不是图你们感激我，也不是图我升官发财，我就是想看看这片花椒林到底能不能翻身。你要是真想帮我，就帮我把花椒种好，等年底卖了钱，你想还我多少都行。我出300。我老婆在镇上超市打工，这个月刚发了奖金，家里还有余粮，不怕。另外，我跟王老四联系上了。王老四，就是种白菜那个。对，他之前在城里的食品加工厂干过2年，懂一些包装和品控的东西。要是能请回来，多个人帮忙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就在县城。说下个月合同到期，不一定续监。我给他发了咱们花椒林的照片，他说看着挺像回事的，有点心动。把电话给我，我打给他。谁呀？王四哥你好，我是石板村新来的村官苏晨。听王老三说你在食品加工厂干过。干过几年？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我想跟你了解一下情况。咱们村正在搞花椒油加工，缺懂行的。王三哥说你有经验，想请你回来一起干。工资多少？目前没有固定工资，咱们是合作社模式，入股分红。那就是不保证挣钱呗。我这边合同下个月到期，让我想想。他那人就那样，说话不中听，但他心是好的。当年他种白菜赔了本，都没欠工人1分钱。我知道，等他考虑吧。对了，他当年种白菜赔了多少钱？3、4万吧。后来把地租给别人种花椒，自己去城里打工还债，还了3年才还清。苏先生，您的资金申请审批没通过，不能通融一下吗？我工作稳定，按月还款没问题。抱歉，这是硬性规定。苏同志，你之前订的100颗无刺花椒，昨天有个果园老板来看，说要全部收走，出的价比你高。高老板，咱们说好的。不付款，我这边也压着本钱呢。今天下午5点前，你要是能把钱打过来，这批苗还是你的。过了5点，我就卖给他了。距离下午5点还有6个小时，你要的话先转你。不用了，我再想办法。爸，我想跟你借点钱。多少？ 3000。干什么用？
村里搞花椒示众，镇上批的钱还没下来，苗款要先垫上。你那个石板村，你妈上网查过，说是个穷山沟，离镇上几十里地，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。是。你去那儿是当村官还是当散财童子？我是去当村官的，不是去当散财童子的。爸，我不是乱花钱。这批苗要是种活了，3年以后能带动全村的花椒产业升级，我算过账。你算账？你小时候算个夹角法都算错，现在跟我算账。你把账号发过来。爸，别废话，3000块我打给你，不过有一个条件，年底你要是搞不出名堂，就老老实实申请调回来，别在那儿死扛。知道了。3000元整。钱凑齐了，下午送到你店里。好嘞，苗我给你留着，这周天好，适合移栽，我周4送上去。来了，高老板。苏同志，有个情况得跟你说一下。什么情况？昨天我去参加县里的花椒产业座谈会，听到一个消息，镇上那2个收花椒的贩子老刘和老马，听说你们在搞新品种和深加工，已经放出话了。什么话？他们说石板村的花椒今年他们1斤都不会收，谁要是帮你们收，就是跟他们过不去。他们2个人能控制整个镇的收购市场？他们不止2个人，老刘是镇上花椒收购协会的副会长，手底下一帮人在各个村收花椒，然后统一卖给外地的批发商。这些年下来，整个镇的花椒渠道基本被他们把持了。你们自己搞展销会，搞电商，等于是绕开他们，直接跟市场对接。他们能不急吗？那我们今年的花椒怎么办？所以你们得抓紧做深加工，干花椒他们不收，花椒油他们管不着。你们只要能自己把花椒做成油，做成调味票，直接往外卖，就不用受他们钳制。高老板，这个消息准确吗？对方不会公然为难，只会暗中拖延，刻意设卡。去年李家沟农户自行出卖花椒，当地货车都不肯承运。当年我拉了一车花椒，他们看了说质量不行，只肯出2.2块，我不卖，结果发现收购点全是他们的人。那你最后卖了多少？2.2块卖的，运费自己搭进去了。高老板，您先别着急，我有个想法，我们的货为什么一定要卖给收购商呢？我们可以自己卖啊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苗很健康，根须饱满，成活率不会低，怕什么？他们不让货车给我们运花椒，我们就自己运；他们不收，我们自己做油；他们卡渠道，我们走电商；他们把路堵死一条，我们就开一条新的。你跟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很像。谁？搞无刺花椒引进的农科院专家，全县的都是他之前种的后代。他现在在哪儿？退休了。你要是有兴趣，我把他电话给你。要，现在就要。怎么说？苏同志，我想好了，我下个月合同到期，不续了，回石板村。为什么忽然决定了？今天王老三给我打电话，说了贩子封杀的事儿，我一听就火了。你知道当年我种白菜是怎么赔的吗？怎么赔的？那年我白菜丰收2万多斤，贩子来1斤只给1毛，那帮贩子转手卖1斤6毛。后来我就想，凭什么我们要被别人掐着脖子卖？凭什么我们累死累活都让那帮贩子赚走了？所以你那个合作社，我入一股，花椒油包装的事交给我，我在食品厂干了3年，每个环节都熟。老苏打的3000块，付完苗款还剩不到300，加上自己口袋里的工资，撑到下个月没问题。但展销会的费用还差一大截。是苏晨吗？是我。我姓田，是高老板给我的号码。听说你在石板村搞无刺花椒。田老师您好。我听老高说了你们村的情况，也听说了镇上贩子封杀的事儿。我说一句话，你别不爱听。您说。贩子封杀你们，短期内不是坏事。什么意思？你们村种花椒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一直翻不了身？是你们太依赖收购商了，价格永远被人掐着。现在贩子不收，等于断了你们的退路，逼着你们必须自己找出路。但是我们今年的产量，你们今年能产多少？干花椒大概3万斤。3万斤看着多，做成花椒油也就5万来瓶。你们那个品鉴会和展销会，如果能签下长期订单，加上线上销售，5万瓶能不能走完？如果能签下连锁餐饮店，2万瓶就去了。线上保守估计几千瓶到1万瓶，剩下的走社群团购和本地零售，应该能走完。那就是了。等你们渠道打好了，价格稳定了，到时候他们反过来求你供货，你信不信？我信。苏同志，
情况不太对。怎么了？赵叔家、李婶家、张大爷家加起来能用的干花椒不到8000里，其余的不是去年卖完了，就是品相太差卖不了。咱们展销会上报的数字是3万斤，这差了一大折啊！你确定每家都问到了？都问了，有几户把花椒已经便宜卖给贩子了，价格低的连本都收不回来。花椒已经出手了，想追也追不回来。等等，王老四呢？他家的花椒还在不在？他前几年不是出去打工了吗？地都租给他把都租给了张大爷。王老四当年种白菜的地旁边还有一片山坡地没有租出去，那块地现在是谁在管？那一片啊，荒着呢。王老四当年欠了债，那块坡地一直没顾上弄，后来他去了城里打工，就彻底荒了。你是想让他把那片荒地盘出来种花椒？现在种花椒，从种到收至少3年。今年的订单怎么办？今年的订单用现有的存货顶，但展销会上签的合同不只是今年的，陈经理要的是长期供应。我算过了，加上赵叔的试验田，再带动其他农户改种，5年之内石板村的花椒产量能突破10万斤。你得跟王老四说。四哥，你石板村那片坡地还在吗？在啊，长满草了，得有6、7年没管了。怎么想起问这个？我想让你把那片地清出来，种无刺花椒。苏同志，我也想回村搞种植，但我欠的债刚还清，手里没有积蓄，我拿什么种？合作社先给你垫。合作社不是还没成立吗？马上就成立。哦，展销会上如果能签下订单，预付款能进来一部分，另外收成按股分红。苏同志，你等一下，我旁边有人。苏同志你好，我是王老四的媳妇儿，我叫秦芳。秦姐你好。王老四刚才跟我说了合作社入股的事儿，我想问一句实话，你们那个合作社靠谱不？秦姐，但我跟你说几件事儿。第一，合作社的每一笔账目都会公示，谁都可以随时查账。第二，展销会是市里主办的。第三，专家陈奇会来指导花椒油加工技术。第四，够了，老四，回来吧，明天就去订票。他今年42岁，在城里打工7年，从搬运工干到食品厂的包装线班长，攒下的钱全部还了债，浑身只剩2个蛇皮袋的行囊。跟着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他媳妇儿秦芳，在城里做过超市理货员和社区团购的配送员，对线上销售那一套比村里任何人都熟。苏同志，你看我之前在超市做的活动照片，这个是堆头陈列，这个是试吃台，这个是我给社区团购群做的产品目录。秦姐，展销会上的展示区你能负责设计吗？越土越好，城里人就吃这一套。咱们这种手工做的小批量花椒油，卖的就是原生态。王叔，你家那些旧竹筐还在不？在，后院里堆着呢，落了好几年灰了。全搬出来洗洗干净，给秦姐用。沙土两，向阳坡，排水也好，跟赵叔那半亩试验田的土质一样。高老板说无刺花椒怕涝，这片坡地正好不怕积水。需不需要先下点麂肥？要，用辅助的羊粪最好，氮磷钾比例均衡。赵叔家里养羊，回头你去跟他商量一下，看能不能买几车过来。老四，先喝口水。秦姐，你在城里超市做了几年？3、4年吧，换了3家店，最后一家社区超市做的时间最长。那你认识的人里面有没有做社区团购的？有，我手机里加了好多个团长群。秦姐，如果咱们的花椒油做出来，你能不能通过团长群走一波试销？可以试试，但是得先拿到小样，这是线上的规矩，口碑坏了就什么都完了。小样的事儿我找赵叔商量，品控流程陈奇老师那边有标准。品鉴的人从哪儿找呢？村里的大爷大妈能尝出好坏，但叫他们打分填表恐怕不现实，至少得来几个懂行的，或者要找几个有话语权的消费者代表。小梅，明天品鉴会你能不能叫几个同学来，镇上中学的就行。要几个？3到5个。没问题，我叫我们班的吃货小分队来。省农科院退休的田老师，我跟他说了你们村的情况，他说想过来看看。你们几点起来的？4点半。赵叔说趁着天凉快，先把灶架好，等太阳出来再搞，就热得没法弄了。麻香浓郁，没有传统工艺那种微微的焦苦味。这一批是陈老师上次给的温度曲线做的。对，按他说的先高温，先关后恒温，炸出来的油颜色亮堂，麻味足，不苦。我后来又自己试了2锅，调整了恒温时间，效果更好。
田老，这就是石板村，那边是他们新种的无刺花椒试验田，用的是您当年的种苗后代。这个株距多少？1.5米，太密了。无刺花椒树冠比九鳞青大，1.5米的话，3年之后枝条会错乱，至少2米，最好2.5米。基肥用的是羊粪，对，赵叔家自己养的羊。腐熟了没有？腐了2个多月，还可以。明年初春再补一道骨粉肥，把鳞甲比例提上来，坐果率能提高至少1成半。这个海拔昼夜温差大，种的花椒麻味物质积累充分。我听小陈说，镇上有人封杀你们，是有这回事。镇上2个贩子放出话，今年不收购石板村的花椒。你知道当年我推广无刺花椒的时候遇到了什么事儿吗？什么事儿？有人说我引进的品种带病，会传染本地花椒。县里组织了一场听证会，几十个椒农联名要求我停止试验。后来是省农科院派人下来实地检测，证明没有问题，才保住了那3亩试验田。最后联名要求我停止试验的那些人，后来全部都改种了我的无刺花椒。被拦着走不通的路，往往走通了就是最大的路。走吧，去看看你们的品鉴会。你写了什么？我分析了3种样品的麻度衰减曲线和回甘时长。你是学什么的？化学。我以后想搞食品科学，我有个建议，你们可以在瓶身上印一个麻度指数，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不同麻度的产品。苏同志，老刘和老马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失陪一下。2位是来看品鉴会的。你就是新来的村管？是我叫苏晨。年轻人有冲劲儿是好事儿。我听说你们要做电商、做直销，绕开本地的收购体系。刘老板，你先尝尝这花椒油怎样？我不尝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当面跟你把话说清楚。你们要绕开我们自己做直销，行，但别怪我没提醒你。镇上的物流站、冷库、打包车间都是我们协会的会员单位。他说的意思是，你们的东西再好，出不去就是0。刘老板也不是不讲理，你让一步，价格我们往上提1成，你让村民把花椒卖给我们，大家都好做。刘德胜，你还认得我吧？赵大树嘛，我记得你。3年前你来卖花椒，嫌我出价低，当场骂了我一顿。对，就是我。你当时出的价是2.2块，我拉了40里地山路的花椒，你看了货说品相不行，我只能2.2块卖给你。后来我听说你那批货转手卖给外地的调料厂，1斤5.5块，生意嘛，低价收高价卖，天经地义。你不服气，那你自己卖，你卖得出去吗？我也跟你把话说清楚，石板村的花椒以后1斤都不卖给你，你也不用拿物流和冷库来压我们，物流我们自己想办法，冷库我们找外面的，你要卡我们，尽管卡。行，有志气，那我等着看。苏同志，这下算是彻底撕破脸了。撕破脸就撕破脸，大家尝尝，自己评价。3个样品中，新宫式2号得分最高，色泽金黄透亮，麻香浓郁不苦，回甘明显。传统工艺得分最低。这个新宫式2号出油率多少？大概18%。如果能把温度曲线再优化一下，出油率能提到20%。这些数据我可以拿回农科院做验证，如果验证通过，你们可以申请花椒油加工的技术专利。专利？就榨个花椒还要专利？有了专利，你们的产品就有技术壁垒，别人仿冒不了。苏晨同志，我们接到了举报，说石板村生产的花椒油没有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，涉嫌违规生产销售。谁举报的？举报人匿名。如果没有许可证，你们的产品不能上展销会，也不能对外销售。举报人匿名，展销会就在下周，正好卡在展销热前。苏晨同志，我们需要对花椒油的生产加工场所进行核查，请配合我们的工作。生产场地是否符合食品安全卫生标准？不符合。生产设备是否达到食品级标准？容器有没有食品级材质检测报告？都没有。从业人员健康证呢？啥健康证？没有健康证不能参与食品生产加工。方所长，许可证已经在申请流程中了，这是2码事儿。在许可证正式批下来之前，你们不能生产也不能销售，违反规定的话，最低罚款5万起步。
可是展销会是市里办的，也一样，没有人能例外。我现在给你们5天时间，把所有材料补齐，重新上保。5天。举报人匿名，除了站上那2个贩子，还能有谁？别蹲着了，5天就5天，一条一条改。先说场地，咱们需要一个独立生产加工车间，地面要硬化，还要有独立的更衣区和消毒区。村里哪来这样的房子？石板村小学当年并校之前有个食堂，是教育部门拨款修的，标准不低，地面铺了防滑地砖，墙面也贴了瓷砖，还有专门的消毒间。后来学校没办了，食堂就一直锁着没用过。在哪儿？现在能去看吗？大槐树后面，篮球场旁边。怎么样？明天开始打扫，水电还通吗？通，总闸关着的，拉上去就行。这个食堂没用几年就闲置了，只是有点浪费。不浪费，从现在开始，这里是石板村花椒油加工坊。接下来5天，整个石板村像一台被拧紧了发条的机器，所有人都动了起来。第4天健康证，早上空腹抽血，下午拿结果。第5天申报。苏晨同志，你们石板村的速度是我这几年见过最快的。谢谢方庄长。赵叔，许可证拿到了。拿到就好，拿到就好。我昨天看到一条消息，有人匿名发了你们花椒油的照片，说石板村花椒油无证生产，原料来源不明。消息还在吗？已经删了，是群主删的，但我截了图。许可证已经拿到了。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既然拿到了，我就在展销会上把它摆在最显眼的位置。不是说我们无证生产吗？谣言最怕的就是被事实当面戳穿。你是说是个办法？我让小梅处理一下。小梅，展销会的展板需要临时加1块，内容1张是许可证公示，1张是谣言截图对比，要直接，要有说服力。标题就叫我们的花椒油有证，够直接不？苏同志，赵叔家的铁锅炸了！什么？人呢？伤着没？手上烫了一下，不严重，但是那锅油全毁了。赵叔蹲在院子里，尽心的不行。赵叔，手给我看看。没事儿，起了个泡而已。我看看。赵叔，你先去处理伤口，样品的事儿我来做，时间来得及。赵叔，许可证都拿到了，你现在撂挑子，对得起那张证吗？王老三，走，去卫生所。今晚我守在这儿，样品必须做出来。苏同志，你一个人不行，我留下帮忙。你明天要跟小梅一起直播，不能熬夜。别硬撑，3点之前做完，还能睡3个小时。吃了，吃完去睡觉。秦姐，你也去睡吧。明天不对，是今天在展销化，还要靠你布展。展销会的日子到了，天还没亮透，石板村就醒了。苏同志，车来了。这是托周航帮忙联系的，车主是镇上跑运输的老吴，听说石板村去展销会，主动打了8折。老吴，路上得多久？出山那段石子路最近雨水冲了几个坑，放心，8点之前肯定到。展销会将在我市。我数了2遍，还有13辆。这不公平，免费展位也不能放在柱子后面吧？实在不好意思，展位分配是根据报名顺序排的。有没有可能临时调换？调不了了，不过我可以帮你们问一下，看能不能把指示牌挪一下位置。别坐这儿发愁，我来想办法。老徐，帮我做一件事，以最快速度。给我2个小时，你们先别布站台，柱子周围空着别动，我有用。柱子挡住展位，那我们就让柱子变成展位的一部分。秦姐，你在超市4年没白干。那是，在超市里货架源头叫黄金陈列位，只要陈列够吸引人，成交率更高。石板村花椒油，自己种的，自己现榨的，尝尝。我来。
这些细节都是转化率，人家吃了一口觉得好吃想买，但没地方擦手，这单就跑了。别急别急，先带大家看看我们石板村新下来的花椒油是怎么榨出来的。旁边这位是我们村的花椒种植大户赵爷爷。还有人造谣啊，把证据都摆在这儿了，这回应硬气。您贵姓？免贵，姓方，我叫方建国，调料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的总监，花椒油品类的地头蛇。你们这个工艺温度曲线是谁定的？最初参数是省农科院退休的田老师提供的。这个油用的是初榨菜籽油做底油。对，田老师说初榨油高温稳定性好。怪不得。你们现在产能多少？我们在扩种无刺花椒，年产量预计5万斤。我公司每年采购超过100万瓶。如果你能稳定供货，我可以把石板村纳入备选。下个月我带品控团队来你们村，方便吗？随时欢迎。店铺还在审核中，大家先点关注，搜石板村椒香就行。陈经理，欢迎。上次展销会上您说周3来我们村考察，后来没等到您的消息。上次我们从展销会回去之后，我们收到了另一款花椒样品，报价比你们低了30%。那您今天来是？我想让你们两家公平比一次，这是对方的样品，用你们的新空记2号和它做一个盲测比较。好，怎么比？同样分量的花椒油淋在2份白水面条上，我来尝，尝完打分。我从业20年了，嘴就是尺。如果你们的工艺能明显超过竞争对手，我当场签意向注。A 号样品麻味来了快，后味有微微的苦，可能是油温过了。B 号样品层次更丰富，后段有一丝回甘，油的颜色也更透亮。B 号的工艺明显高出 A 号不止一个肩当。B 号，请揭晓。B 号是石板村椒香新空意2号，签意向书，首批2万瓶。你们现在的实际产能是多少？新加工坊投产后2万瓶的订单能在4个月内交付。好，那合同就按这个来，预付金30%。你们收到预付款之后启动生产，一言为定。下周3我去你们村考察加工方，给你们带正式合同。签了2万瓶，直播间的小伙伴们，我们是见证者。石板的村，加油！下村下单加油！苏晨同志，我们俩今天来是想谈谈你们的纪录片，我们看了，说实话，看完一晚上没睡着。坐下说吧。来，石板村这些年我们压价是压得很，这事我承认，但你们也要理解，我们是商人，低价收高价卖，这是生意逻辑。你们花椒品质好，每次到我手里赚个手就赚一笔，但这几年运费和人工都在涨，我们能给的价格也越来越低，不是不想给高价，是给了高价我们自己也扛不住。那今天来的意思是，你们现在自己做加工、做品牌、做电商，把渠道打通了，不如谈个合作。以后石板村的花椒你们自己加工一部分，走品牌销售，剩下的原料花椒卖给我们。我们手上有渠道，可以直接对接市里的批发市场和调料厂，合作共赢，不比对着干强。合作可以，但我有条件。第一，以后石板村的花椒你们来收，价格不能低于市场均价。可以。第二，你们的物流车队在花椒采摘期优先保障石板村的运输。这条也没问题，我们车队本来就要跑石板村方向，顺路的事儿。爸，做到了没？做到了。合作社的干花椒统一售价8块5，比当时定的还高了5毛。那过年回来不？回，带2瓶花椒油给你尝尝。行，路上小心。省城的长期订单还要等品控团队实地考察后才能正式签约。直播间里的20万粉丝明天还会不会再涨，也是未知数。但今晚烟花在响，很美。